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鲍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挤压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是一个战略错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华成功，带着签署的14项双边协议和高达228亿美元的投资意向返回国内。菲律宾对中国明确的承诺，反对区域外的势力干涉中非之间南海领土问题的解决，寻求和平解决争议的办法仅在中非之间进行。这一切都让美国感到是极其的不舒服，因为近些年来，美国为了怂恿在南海和中国领土争端的国家积极访华，可没少下功夫。美国在几年前发布了印太战略，想要拉拢东南亚国家共同访华，与已经上了美国贼船的日本和正在船边游弋的韩国一起形成合围，要把中国困死在第一岛链头的南海之内。已经有许多的美国学者和智库指出，这种拉拢政策根本不会奏效。最近呢，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布雷克·赫辛格，标题是美国的拥抱正在挤压东南亚国家，明确地指出美国迫使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是一个战略错误，其结果必然是失败。作者认为美国多届政府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寻求让美国成为目标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通常呢，用于企业界的首选合作伙伴这个名词代表着具有排他性含义的长期经济或者是安全关系。对美国政府而言，这意味着要求合作伙伴不得与美国的竞争对手，比如中国合作，甚至要求美国的合作伙伴们一起敌视中国。这种做法在东南亚将适得其反。比如新加坡可以说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但新加坡并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没有与美国签订军事联盟条约。而美国的两个条约盟友泰国和菲律宾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与美国保持着距离，同时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美国总统拜登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空洞无物，而恰恰经济建设是东南亚国家最看重的领域。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想象着自己能够作为东南亚国家的首选伙伴的地位。美国的许多政客都以为印太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敌对国家，或者认为美国对该地区是一个良性大国，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东南亚至少还有3个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仍然在处理越南战争期间遗留的未爆弹药。在印尼人的记忆中，美国情报机构曾经破坏了他们政府的稳定。这些国家怎么可能会认为美国是人畜无害呢？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对美国和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像美国所想象的那样不好，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也不是美国想象的那么好。原因在于东南亚是一个务实的地区，东盟成员国目睹了在冷战期间大国竞争在他们的后院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不太可能再加入美国进行另一场联合的大国竞争。就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的那样，大象打架，小草遭殃。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有兴趣与美国和中国这2个大象合作，同时不愿意与一方太接近而招致另一方的愤怒。东南亚国家真正关心的领域是经济，而不是国防或安全。东南亚国家还非常清楚地记得美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反应，以及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美国以为自己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印象是那么良善吗？所以美国期望或者是诱使东南亚国家加入任何反华倡议，抵制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都不会带来预期的结果。我们还需要提醒几点：东南亚国家就在中国的家门口，历史交往源远流长，而美国和东南亚隔了一个太平洋。中国现在是东南亚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有东南亚国家急需的世界最优性价比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绿色能源技术，而美国没有。中国政府能够拿出真金白银来，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支援东南亚国家的建设，而美国不能。就这样，美国还想拉拢东南亚国家访华吗？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